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史上最烂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的背景。那么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曾经分享过关于罗马书不为人知的背景。我觉得大家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关于这些使徒书信，大家要对这些书信的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如果你对书信的写作背景有一个简单了解之后，那么你对这卷书的印象就会比较深。那么在同在频道中，我们已经分享过关于2期哥林多前书的信息了。但是关于哥林多教会，大家有多少认识呢？大家能够在整个新约圣经的众教会中知道哥林多教会与其他教会有怎样的不同吗？所以我们今天用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夸张的标题，就是史上最烂的教会。那么哥林多教会堪称整个新约圣经中最糟糕的一间教会。甚至呢，如果哥林多教会放在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的教会有问题的话，跟哥林多教会比一比，似乎呢都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哥林多教会似乎给人的感觉是没有它不存在的问题，而且呢它的问题比所有的教会同样的问题还要糟糕。我们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首先，哥林多教会是分帮派的，他们有保罗派，有亚波罗派，有基法派，还有基督派等等。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有浸信会，有路德会，还有长老会、改革宗等一些宗派。人家哥林多教会一个教会里边就出现了好几个宗派。那么这是信仰上的问题。还有呢，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问题。其中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会友和他的继母生活在一起，也就是他娶了他的继母当作妻子。而问题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对这个问题他们还不想处理。保罗在信中提到说，这叫乱伦呐，外邦人都不这么干。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既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哥林多教会在吃圣餐的时候，竟然有一些人喝醉了，因为当时喝的是葡萄酒。你能想象一间教会在领圣餐的时候，有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你想那样的圣餐主日有多么的混乱。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而这些教会中竟然有一些人怂恿教会的其他人说把保罗赶出这间教会，不再听保罗的了。所以当看到哥林多教会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都会想，这是教会吗？哪怕就是一个世俗的俱乐部，都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然而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中的其他教会，虽然也有问题，但是呢，似乎跟哥林多教会都不是一个等级的。那么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这么特别？为什么它的问题就这么多，而且这么严重？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你对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有一定了解的话，似乎呢，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当你了解了这部分知识以后，当再提起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的印象会非常的深刻。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哥林多教会以及哥林多这个城市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普及。应该说在罗马帝国时期，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重要的物流中心。由于当时罗马帝国的经济贸易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呢就需要有很多的商船来回运送很多的货物。但是由于当时的造船业水平还是有限，那些商船呢对抗大的风浪的能力还是不够的。所以当商船穿过地中海的时候，
如果绕过当时的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你可以把哥林多想象成为一个小号的苏伊士运河，或者是小号的巴拿马运河。当然，哥林多教会后来是有运河的，而当时还没有运河，因为当时的能力还不足以让罗马帝国承担开凿运河的水平。所以当时如果是小的商船，就直接把船拖上岸，由车横穿整个哥林多的城市，拉到对岸的港口再下水。如果大型的商船呢，就在哥林多的一侧卸货，然后再由车辆运到另一侧的码头，然后再装船运输。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物流中心。那么既然是物流中心，就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因为当时并没有今天的这种机械化，都是靠人力来进行搬运的。所以呢，有资料显示，当时哥林多这座城市里边，从事体力劳动的这种搬运工，或者说是劳工，那么在圣经中呢，称之为是奴隶。那么这种人在哥林多就达到了40多万人。那么有人会说40多万人好像也不是很多啊，这是你今天的看法。在2000年前，一般来说比较大的城市也就是20万人口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级。如果环顾当时的世界格局，情况是怎样的呢？比方说东方，我们当时所处的朝代是汉朝，汉朝最大的城市洛阳也不到50万人，而当时的世界中心罗马是唯一的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而哥林多有多少呢？哥林多这个城市光奴隶就超过了40多万，而哥林多还有20多万的本地人口，也就是说，哥林多是一个人口数量达到70万人的，也许是当时的世界第2大城市。新约圣经中我们所熟知的，比如说像以弗所，像帖撒罗尼迦，这都是人口20万人左右的城市，这也是当时罗马帝国中比较大的城市。而对于一般的城市来说呢，是本地人口多，那么奴隶的数量相对是少的。一般的比例是一个城市中本地人口的数量是奴隶的2倍。但是哥林多不一样，哥林多这个城市里边是奴隶的数量是本地人口的2倍，刚好相反。而当时的奴隶，这个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也是不一样的。罗马帝国的奴隶，他是享有一定私产的，他是可以存钱，他是可以买房子，甚至呢，如果你的钱存够了一定的数量，你还可以用这个钱向你的主人去赎身，那么你就变成了自由人。而很多自由人所从事的工作和奴隶实际上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呢，他们虽然做着奴隶的工作，也就是说呢，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做劳工，但是呢，他的人身自由是没有人限制的。即便是奴隶，那么在罗马帝国里边呢，他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并不是说你是奴隶，你每天只能在你主人的家里做工，你哪里都不能去，不是这样的。很多奴隶他是有自己的住处的，所以哥林多教会里边有大量的奴隶、劳工，以及呢转换过来的从前是奴隶，现在是自由奴隶。那么可以想象一下，这一部分的人，他的文化层次是不高的，甚至呢是不识字的。另外，由于哥林多城市大量的商贸活动，导致呢各地来到这里的商人有很多。
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里边的色情业也是十分发达的，这就导致哥林多城里边有大量的妓女，所以哥林多教会里边也有相当数量的信主的妓女。那么这一部分人，所谓这一部分的风尘女子，她们在社会上是放浪不羁的，那么也不能指望她们在教会里边能够更多的安分守己，所以她们也是哥林多教会里边非常头疼的问题。所以保罗为什么提到哥林多教会里边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因为很多妓女她是剪短头发，所以从后面看你就分不清楚前面的这个人到底是男还是女。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女人进入教会之后，最好还是蒙个头，蒙头之后起码能够很容易分辨出来你是女性，否则呢男女有点分不太清楚。那么大量的劳工还有妓女，就导致了哥林多教会整体会员的水平层次是比较低的。而这两部分人的问题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知道哥林多它是一个希腊地区的城市，而公元前146年罗马帝国打败希腊，统治了整个地中海。那么哥林多当时就是反抗罗马帝国的中心，所以罗马人在占领了哥林多之后，就把哥林多夷为了平地，将整个城市摧毁了。而哥林多这座城市在废墟中整整等待了100多年，直到公元前44年，那么罗马帝国重新又重建了这座城市，并把这个城市呢作为一个驻防城来使用。那么驻防城呢，就是这城市里面有大量的士兵。由于罗马帝国连年四处的征战，他的士兵呢来源也并不都是罗马人，所以当时的罗马兵团里边有大量的来自于今天的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也就是今天西欧这些国家的人。那么当时的世界格局刚好跟现在是相反的。今天我们认为呢，整个像德国、法国、英国这类的西欧这些国家是比较发达的，相对东欧比较落后。而当时那个年代刚好是相反的，当时的世界中心是罗马，是哥林多，是以弗所，也就是意大利、希腊、土耳其，这些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这里更发达。而当时的整个西欧那是蛮族待的地方，德国、法国、西班牙那都是野蛮人待的地方，所以当时的罗马军团里边有大量的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而这些人为什么要在罗马兵团里面当兵呢？那就是原本自己生活的环境不好嘛。如果在罗马帝国参军，当你服役到了一定的年限，你不仅有退休金，还能够分得一块土地。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有大量的退伍军人，那么这些退伍军人有退休金，还能分一块田地，所以他们就决定不返回自己的家乡了。因为回去那也是蛮族待的地方，落后，所以呢他们更愿意待在现有的地方。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里边很多的退伍军人他就没有离开，就选择留在了哥林多。而当时这些个大兵哥，你能指望他有多高的素质吗？他们常年都是在外征战，杀人无数，所以呢这些人整体的素质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哥林多作为驻防城之后，城市呢逐渐的扩张重建，怎么办呢？劳动力又从哪里来呢？这个时候哥林多又引入了大量的自由人。所谓的自由人就是被释放或者呢能为自己赎身的奴隶。所以哥林多是一个很典型的移民城市，而它的第一批居民就是退伍军人
和自由的奴隶，或者是自由的劳工。那么这些人都是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所以哥林多城市的第一批罗马公民整体的素质就是比较低的，因为他是退伍军人加上自由人的这么一个组合。后来呢，再加上他成为了物流中心之后，又来了大量的劳工，这些外来的劳工大部分呢是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那么有人说了，那整个哥林多城市里边就没有层次比较高的人吗？当然也是有的。当哥林多城市的经济商贸空前发达了以后，越来越多的生意人从事贸易的，那么也就来到了哥林多。那么这些人中呢，有罗马人，有希腊人，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犹太人。所以这部分人的素质相对会高一些。但是相比之下，哥林多教会呢，层次比较低的人还是占有绝大多数。而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体量也是很大的。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罗马教会也许是整个外邦教会中体量最大的一个教会。有人说罗马教会的当时的聚会的人数是达到一个大约1000人教会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人数也达到了数百人，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而这个教会人又多，人口素质又低，而且哥林多这个城市又特别有钱，由于经济很好嘛，所以这里的本地居民，也就是最初的那一批陆陆续续来到的退伍军人以及参与重建的自由人，经过几代人之后，他们都变得很有钱。哥林多教会有人说它是整个新约中众教会中最有钱的一个教会。所以哥林多真的是人多钱多。还有一个重要的，也就是最近跟大家分享过的，哥林多教会的人恩赐又特别多。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都会医病，会赶鬼，会说方言，会说预言等等。神给这个教会赐下了很多的超自然的恩赐。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神迹不断的一个教会。但是问题是，这个教会里边的人口素质、人口层次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很有钱，不仅有钱，他还特别有本事，这个人会不会很骄傲？他会不会目空一切？会不会目中无人？有些人是有钱，但是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本事。哥林多教会不一样，他们是又有钱，又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的本事。这种情况会让人极度的膨胀。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在一个极度的膨胀中让人变得自高自大。所以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很难搞的教会，也是让使徒保罗最头疼的一个教会。所以今天呢，就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简要的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其实关于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要分享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中呢，陆陆续续的再和大家分享。今天呢就先到这里，同在，我们下期见。